在一般人碰到这个排便方面的困扰，大部分都去看直肠外科或者去看肠胃科。你也平常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但是你每次排便总是觉得排得不顺畅，所以后来他就来看妇产科。我们做了一个直肠膨出的一个门诊手术，大约半个钟头，基本上不是直肠外科的事。治疗完之后呢，他从此以后这个大便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如果你长期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你可能不妨要挂妇产科看看。排便是人生的大事，那除了吃喝以外，那排便的这种困扰就偏偏很多妇女朋友都有，当然我相信男生也有。所以排便这个 issue 这个话题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讲当然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发现就是在一般人他们碰到这个排便方面的困扰，最先想到的就是可能是有痔疮。那痔疮大家大部分都去看直肠外科或者去看肠胃科，就因为排便发生困扰。当这种困扰包括很多，第一个像便秘，还有就是频繁的排便，就是你每天上完厕所，你要坐在马桶上，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你也很用力，你也平常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但是你每次排便总是觉得排得不顺畅，甚至坐一次马桶要花很多时间。等大完便之后呢，可能隔不了多久他又想要排便，他又跑去坐马桶，就可能一天一个早上可能要3次，甚至到了傍晚还想排便，好像总是在你的肠子里面累积了一些粪便，一直没有办法把它排得很干净。所以一般女性朋友去看直肠外科，大部分直肠外科会安排做大肠镜、做直肠镜，但是有的人甚至做过2、3次，总是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实际上做大肠镜一般来讲最容易找到的毛病就是息肉或者大肠癌之类的。一般直肠外科医生做了大肠镜，就跟病人讲，他说我们在里面没有发现有这些困扰可是病人就始终觉得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改善。那我曾经碰过有一些病人去直肠外科，他是说医生说有痔疮，他就开过痔疮还没好，后来又再去开一次还是没好，他就换一个医生，甚至开了3次。开完之后他还是没有解决他排便的困扰，甚至到最后呢，有一个医生就帮他做了一个肛门整形，是不是因为他的肛门出问题了？所以肛门整形这个手术做完之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后来他就来看妇产科。那他来了之后呢，我就发现事实上他有这个症状叫直肠膨出。那我们这个名称直肠膨出也可以用直肠脱垂。这个直肠膨出、直肠脱垂基本上不是直肠外科的事，可是虽然被大家误解得很厉害，所以呢，这是一个妇科的毛病。但是对于很多妇女朋友来讲，他们不认为这是妇产科的问题。我们经历了很多这种病患的朋友们，后来我们做了一个直肠膨出的一个门诊手术，大约半个钟头。治疗完之后呢，他从此以后这个大便问题就完全解决了。第一个，坐马桶的时候，通常你要花很多时间坐在马桶上一直用力，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排出来。大部分原因呢，所谓直肠膨出是这样的，这个是直肠在后面，它的直肠就可能凹了一个洞，凹到阴道里面去。那这个要怎么做诊断呢？它不需要做大肠镜。这个如果有经验的妇科医生在做内诊的时候呢，从肛门进去，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大的一个洞，这个就叫直肠膨出，它并没有膨到外面去，它是膨到阴道里去。所以做妇产科就很简单，做一个肛诊。直肠本来应该是直的嘛，但是它不直，它已经弯曲了，它弯到阴道里面去。有直肠膨出很严重的病人，你很多粪便它会累积在这个洞里面，那你一直想上厕所，就是你的这个直肠里面的粪便没有把它排干净。所以肠子如果里面有粪便，你就会一直想要上厕所，但是你去用力又不容易把它排得干净。
这就是直肠膨出的症状。好，那很多人就问咯，那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好，我来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生产过程中，因为胎儿要从你的阴道这样排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阴道、对骨盆腔很多筋膜来讲是一种伤害，它导致你的直肠跟阴道中间的筋膜是我们身体里面很硬的结缔组织，因为在婴儿出来之前把这个筋膜给它拉伤了，所以直肠是不应该凹到阴道里去的，因为筋膜是要阻挡直肠凹到阴道里，那很可能因为你难产或者因为你急产，它就会造成这个筋膜裂伤，导致你的直肠凹到阴道里去，这个是最常的原因。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你的工作习惯，比方说你常常在做这种很吃重的这种工作，你常常一直搬东西，所以导致你这个筋膜也会裂伤。还有呢，就长期站立的妇女，比方说有柜姐，她一天可能要站立，可能要超过6、7个钟头、8个钟头，所以你长期站立，甚至又穿上高跟鞋，所以你这个筋膜长期累积的结果，也导致那种筋膜裂伤。所以这都是一些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就是遗传，所以你甚至没有自然生产过，你也没有做很出力的工作，你也没有长期站立，但是遗传因素也会导致它这个筋膜很脆弱。那我们怎么治疗呢？当然我们第一次要来看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就从阴道做，因为它长期凹进去，导致你的阴道现在变得很松，就把那个多余的阴道皮跟下面的筋膜把它分开，然后我们就可以目视到那个筋膜是有受伤的痕迹，就因为长期被撑下来，那个筋膜就已经裂伤。好，那我们很简单，我们只要把这个裂伤的筋膜用一个羊肠线把它缝好，最后呢，我们把筋膜缝好之后，再把那个多余的阴道皮把它修剪掉。我们已经把裂伤的筋膜缝好，所以以后你的阴道直肠就不容易跑到阴道里面去。最后我们再把那个多余的阴道皮修剪掉之后，再把阴道缝好，所以你的阴道相对来讲就比你开刀前紧实很多，就原来是已经松掉，所以当然它是有一个达到这种整形的效果，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原始目的，只是一个附加价值而已。所以我建议一般妇女，如果你发现你今天排便方面有困扰，当然你可能第一个时间你就想到直肠外科或甚至找肠胃科。如果你长期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你可能不妨要挂妇产科看看。那因为我们做这个手术，因为时间已经做了非常久，大概有200、300个以上，大部分的病人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他们最大的感想就是原来大便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这个是病人的回馈。所以这个手术目前对很多妇女朋友来讲是一种福音。如果你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应该是挂妇产科诊。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然后甚至收藏，甚至提出任何问题。将来我们会找一个机会，把所有的问题收集起来，拍成一个完整的影片，回答每一位朋友的发问。